家好，我是 Nancy，一位生活在加州硅谷的房地产经纪人。过去几年中，我已经协助超过200个家庭在加州完成买房与卖房。今天这期影片，我想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个美国房东在装修时常关心的话题：地板的分类和评级。在实际生活中，很多人在装修或更换地板时，地板的类型和评级往往会直接影响后期的耐用性、维护成本，以及未来房屋转售时买家的第一印象。尤其是在购房或卖房过程中，地板并不是一个便宜的装修环节，而是一个会长期影响居住体验和房屋价值的重要因素。我们首先从实木地板 （Hardwood Floor） 说起。实木地板是美国最传统也最具保值性的地板类型之一，它通常由整块天然木材制成。常见的木材包括橡木、枫木和胡桃木。实木地板的优点在于质感好、耐用性强，并且可以多次打磨和翻新。不过，它的价格相对较高，同时对湿度和温度变化较为敏感，因此并不适合安装在厨房或潮湿区域。在高端住宅和优质学区房中，实木地板依然非常受欢迎。很多买家会把实木地板看作是一个高品质装修的标准之一。接下来是复合实木地板 （Engineered Hardwood）。这种地板的表层是真木，底层则是多层夹板结构。在外观上，它与实木地板非常接近，但整体稳定性更好。相比纯实木地板，复合实木对温度和湿度变化的适应性更强，价格也相对更加友好。复合实木地板的款式也更多样，市场上很多新房或豪宅都选用这类地板，因为可以选择一些更宽、更大气的款式，也更符合现在多数买家的审美。然后是强化地板 （Laminate）。强化地板以性价比高而著称，其表面通常是仿木纹或仿石纹，它由高密度纤维板压制而成，具有较好的耐磨性和耐刮性，同时也比较容易清洁和维护。不过，强化地板的缺点在于无法翻新，一旦出现严重损坏，通常需要整体更换。这种地板在出租房、投资房或短期持有的房产中较为常见。接着我们来说乙烯基地板 （Vinyl LVP）。这是近年来在美国增长速度非常快的一类地板，尤其是 LVP， 也就是高端乙烯木纹地板。它最大的优势在于防水，因此非常适合厨房、卫生间和地下室等区域。同时，随着工艺不断提升，乙烯基地板在外观上也越来越接近实木。对于追求稳定性、耐用性和低维护成本的家庭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选择。现在很多卖家在出售房产前也会选用这类地板，不仅性价比高，而且易安装。在一些功能性较强的区域，例如卫生间、入口或厨房，也常见瓷砖和石材地板 （Tile Stone）。这类地板非常耐用，并且防水性能出色。不过，它们的触感相对较冷，施工成本也通常较高，因此多与其他类型地板搭配使用。另外，现在有的瓷砖也有非常接近实木地板的款式。在了解了地板的主要分类之后，我们再来谈谈地板的评级问题。在美国，很多地板产品都会标注不同的评级标准，其中最常见的是耐磨等级 AC Rating， 主要适用于强化地板。一般家庭使用建议选择 AC3 或 AC4， 以满足日常走动和家具磨损的需求。此外，地板的厚度 thickness 也是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重要指标。常见的地板厚度包括8毫米、10毫米和12毫米。通常来说，厚度越高，脚感和稳定性会越好，但并不代表越厚就一定适合所有房屋。在大多数住宅中，10到12毫米是一个相对平衡且实用的选择。对于实木地板和复合实木地板来说，还需要特别关注表层厚度 （wear layer）。表层越厚，未来可以进行翻新的次数通常也会越多，这对于长期自住房尤为重要。除了材料和评级之外，地板的安装方式同样会直接影响使用效果。实木和复合实木地板通常采用定装或粘装，而强化地板和乙烯基地板则多为浮装结构。不同的安装方式对地面平整度和施工质量都有较高要求。如果基层处理不到位，即使选择了高端地板，也可能出现起翘、异响或踩踏感不稳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地板的维护成本也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一点。实木地板需要定期保养，并且对防刮、防潮和室内湿度控制有一定要求。相比之下，乙烯基地板和强化地板在清洁和维护方面更加省心，更适合有孩子或宠物的家庭。从房屋转售的角度来看，地板的选择同样非常关键。整体统一、质量稳定的地板，往往能让房子看起来更整洁、更有质感，也更容易获得买家的认可。相反，如果地板磨损严重、拼接混乱，或者材质与房屋定位不匹配，
可能会在无形中影响房屋的整体吸引力。除了地板的耐磨等级和厚度之外，环保评级和健康标准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买家和房东重点关注的因素，尤其是对有孩子、老人、孕妇或者对空气质量比较敏感的家庭来说，地板材料是否环保？对于有的自住的人来说，环保评级比外观本身更重要。首先，最常见也是目前市场接受度最高的是 Floor Score 认证。Floor Score 是由第三方机构制定的室内空气质量认证，主要检测地板在实际使用环境中释放的 VOC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水平。通过 Floor Score 认证，代表该地板在正常安装和使用情况下，不会对室内空气质量造成明显影响，非常适合长期居住的住宅使用。第二个，在加州尤为重要的是 CARB Phase 2标准，这是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针对人造板材中甲醛释放量所制定的强制性法规。在加州销售的强化地板和复合实木地板，原则上都必须符合 CARB Phase 2要求。如果产品不符合这一标准，不仅可能影响居住健康，在交易、检查或出租过程中，也可能带来法律和合规风险。除了这两个基础标准之外，一些更高端或更注重环保理念的地板产品还会标注 GreenGuard 或 GreenGuard Gold 认证。GreenGuard 的认证对化学排放的要求更加严格，其中 GreenGuard Gold 标准甚至适用于学校和医疗机构。如果家庭成员对气味敏感，或者希望尽量降低装修后的新房味道，选择带有这类认证的地板会更加安心。对于实木地板，还可以留意是否具备 FSC 森林管理委员会认证。FSC 认证主要关注木材来源是否来自可持续管理的森林，避免非法砍伐或过度开发。虽然 FSC 更多体现的是环保理念和社会责任，但在部分高端买家和注重绿色生活方式的人群中，确实会提升整体好感度。另外，在实际选购地板时，除了看认证标签，也建议关注胶水和安装材料是否低 VOC。即使地板本身符合环保标准，如果安装过程中使用了高 VOC 的胶水，同样可能影响室内空气质量。因此，选择环保地板时，最好将材料和施工方式一起考虑。从房地产的角度来看，环保评级短期内未必能直接拉高房价，但在当前市场中，它往往可以降低交易风险，提高买家信任感，并且在越来越多家庭重视健康居住环境的趋势下，成为一个隐性加分项。从房地产的角度来看，我一直认为地板并不仅仅是装修材料，而是房屋长期价值的一部分。不同类型地板在耐用性、维护成本和市场接受度上的差异，往往只有在真正居住多年或者准备卖房时才会逐渐体现出来。如果你目前正在考虑装修自住房、为卖房做升级，或者评估投资房如何在控制成本的同时提升吸引力，那么地板的选择一定值得你花时间认真规划。如果您想了解哪些装修能最大化提升房屋再出售价值，欢迎随时与我联系交流。您也可以点击下面我的个人网站获取更多资讯。我是 Nancy， 已经帮助超过200个湾区家庭完成置业。我们下期见。